觉好像一直在追寻一个虚构的凶手，似乎是被架空出来的，仿佛一个幽灵。嗨，大家好，我是 Paco。前阵子我不是忙着拍短剧吗？结果有很多人塞爆了我的私信，就说 Paco， 你快去看东野圭吾，他要出新书了。好，这是一刻也不可能让我闲着，是不是 ？OK， 那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读完《架空犯》。东野圭吾今年是出道40周年，给大家交上这本书啊，做周年礼，它到底合不合格 ，O 不 OK？ 听完今天的视频，你们来做评价。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开始讲故事。故事开篇的时候，东野圭吾这样写道：灰色的天空中浮现出直升机的黑影。那么电视台正在拍摄的是一栋刚刚被大火烧焦的高级宅邸。原来10月15日，也就是昨天半夜2点多的时候，消防人员收到火警警报啊，赶到了这个地方，一个高级宅邸熊熊燃烧在火中。那么大概过了3个小时左右，火才被完全扑灭。扑灭的时候天都已经亮了啊！很多电视台邻居都来围观，因为这个宅子的主人是非常有名的2口子，男主人藤堂康信是议员，女主人就是他的妻子藤堂江丽子呢，以前是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么这2口子的尸体被发现在这个屋子里边，乍一看好像是火灾引起的身亡，但是当验尸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说一些，验尸官抵达现场之后，看到在浴室发现的吊死的女性尸体，当即觉得这属于刑事案件，因为男主人的尸体是在外边，女主人的尸体是吊起来被放在浴室里面，也就是说看上去像是个意外的火灾，变成了是把人杀了之后再伪装成自杀燃烧着现场。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武代来到了现场，跟验尸官聊了之后就眉头紧皱，很快署里就召开了紧急大会。那么在会上，法医给出了确信的结果，就是说夫妻俩是窒息而死，从呼吸器官并没有检测出烟雾颗粒，也就是说火灾发生的时候他们俩就已经停止呼吸，已经死了。男主人藤堂康信的脖子上这边是有绳状物的残渣，藤堂江丽子脖子上也有勒痕，推测凶手是从后面把他勒死，然后再把他吊到浴室上面。那么综上情况，确定是有第三人谋杀参与这个案件。那么大领导就起来发话了，意思就是说遇害的是现任都议员和曾经当过演员的夫人，社会影响重大，要全力以赴，力争早日破案。那么侦查会议之后呢，就进行分组了，武代就被分到了去排查藤堂夫妇的人际关系的那一组，他的搭档呢是来自一个辖区的警察。这边画个重点，武代他是本部警视厅的刑警，然后呢他的搭档这个是辖区的刑警，这个人叫做山尾洋介，2个人此前是不认识的，临时被分作搭档。书里对这2个人的外貌几乎没有什么描写，大概知道他们的年纪都是中年男子。那武代就想说都不熟嘛，以后要一起当同事，至少得一起侦破案件，那肯定得先套近乎，就说哎，你知道吧，我们等会儿要去调查的这个对象啊，就是死者2人的女儿香织。那么香织结婚了，而且最近刚刚怀孕，所以不是很方便。不过她的妈妈也就是死者藤堂江丽子以前是非常有名的女演员，哇，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结果这个山尾就说哦，是吧，我对她没有什么印象。武代就点点头，2个人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来到了香织家就访问。那么香织刚刚接受了父母双亡的消息，整个人还在崩溃当中，而且还在孕期嘛，所以情绪不是很稳定。香织说自己前不久刚见过母亲，还告诉她关于 MIPT 的喜讯，没想到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武代就一头雾水说，哎，不好意思，等一下，请问一下 MIPT 是什么东西？香织就说是一种产前诊断，因为指标都是阴性，所以我们就去报喜了。那么听到这里呢，武代就点了点头，再问了一些细节问题之后，他们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武代就思索下一站要去查哪儿呢？这是社会关系怎么个排查呢？死者藤堂康信这个男主人他是一个议员，会不会经常出入那种高级场所，什么那种银座呀，那种就是有很多陪酒小姐女公关的地方，所以要不要去那里看一看呢？结果话题就扯到了美女。说到美女啊，武代就说不过你别说啊，香织就是刚才他们调查的这个死者的这个女儿，还真是也算一个很高级的美女，长得很漂亮啊。然后山尾就点点头说对啊，因为所谓龙生龙，凤生凤嘛，香织的眼睛跟她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听到这句话，武代突然就停下了脚步，他就说他这个搭档山尾之前不是说对这个死者女演员江丽子没有什么印象吗？怎么突然采访完她的女儿香织之后又说女儿的眼睛跟她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的？虽然武代这里觉得有点奇怪，但是跟这个搭档还不熟嘛，所以尽管心生疑惑，武代还是保持了沉默。也许山尾只是无意中想要附和他一下的，所以他就没有多想。那么武代在调查这个死去的女主藤堂江丽子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女主她的身世还算是比较坎坷的。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空难当中去世了，所以就被托付给了一个亲戚，所以是被收养的。但是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直到上高中左右的时候，她知道自己是养女这个消息之后，突然就有点接受不了，就开始和养父母生
书了，所以就开始当时各种打工啊什么的，直到后来他被演艺圈相中，开始出道做女演员，再到后来他多年之后跟这个艺人结婚。据香织，也就是这个姜丽子的女儿所说，她母亲最好的一个好闺蜜，可能知道她比较多之前事情。这个好闺蜜本来是在国外的，在西雅图，临时知道这个事情赶回日本，就是哭得整个就是非常伤心啊。那么警察在调查死者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点，就是这个死者议员藤堂康信和他的老婆姜丽子以前是在同一所高中的，但是呢，当时藤堂康信还是个老师，姜丽子呢还是个学生，所以在拜访她这个好闺蜜的时候，五代就问了，他们两个是不是高中的时候就看对眼了，也就是所谓的师生恋。然后好闺蜜就说好像不是那回事情，他们好像是多年之后毕业之后重逢才注意到了彼此，然后才慢慢好像是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五代就若有所思，谈话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有一个女性过来给他们端一些茶水啊什么的。闺蜜阿姨她就顺便给五代他们介绍啊，这一位是金希美笑小姐，是东都百货的外商员。五代就点了点头，看了看这个容貌也挺好的这个年轻女性，意思就是说哦，我还以为她是您的助理。结果这个闺蜜就说哦，不是的，她呢就是日本的很多百货公司，她有服务于这种高净值人群的，就是有钱人的这种专门的那种外商员，就是像是私人导购这种感觉。这个金希美笑就是做这种事情的。这个闺蜜呢本身也就非常有钱，她说我就觉得就是美笑她做的很好，所以说我后来也把她介绍给姜丽子，所以姜丽子家里有很多东西都是美笑推荐她买的，所以我在想也许有些东西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线索，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问一下美笑。那么五代一听哦就来劲了，就问这个美笑，那么最近姜丽子她有教你买过一些什么东西吗？然后这个金希美笑就说近期她有问过车的事情，想说要换一辆什么样的车，然后还让我去打听过放那个平板电脑的包。听到这里，那个五代跟山尾就流泪的眼色，他们就问他什么平板电脑的包，这个包是姜丽子自己用吗？还是给她老公用？美笑就说是给她先生用的，就是给藤堂康信用的，但是警察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平板电脑。那么五代就留了一个心眼，他接着问，那姜丽子夫人她还有叫你买过什么东西吗？然后这个金希美笑就说她还让我去买过一些那种高级刺绣的就是材料。五代说那又是用来干嘛的？结果这个闺蜜就讲说哦，因为姜丽子她以前都很喜欢做一些手工活，经常做一些胸针啊、戒指啊送给好朋友什么的，就是手艺都非常漂亮。闺蜜就让美笑拿些东西来给警察展示一下，然后五代面前就看到很多漂亮的饰品，比如说星星形状，她说哇这个好漂亮，是胸针吗？美笑说不是，这个是个戒指，也是姜丽子夫人亲手做的。闺蜜这时候就说了，姜丽的原则是不做同样的东西，每个作品都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我也要好好珍惜这枚我收到的胸针。总之五代跟山尾刚从这个闺蜜家里出来，很快就收到了警局电话，说赶紧回来，又出现了重要的线索，凶手直接写信来。五代一整个大震惊，他们这边还没查出1、2、3呢，凶手竟然就先寄信来了。那么他赶紧赶了回去，发现这个信是凶手寄到藤堂康信事务所的。信里这么说道，藤堂康信事务所起，我是杀害藤堂夫妻的凶手，动机简单明了，对欺世盗名不断进行不可饶恕行为的两人进行制裁，也可以将制裁替换成替天行道。但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非只有发表犯罪声明，我手头有藤堂夫妻非人道行为的证据，我希望你们买下这份证据，期望的金额是3亿元。简单明了，他就说要3亿，不然他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都公开。信上的邮戳是从奈良西寄来的啊，非常的远，而且他这个凶手在信里附了一张这个现场的这个示意图啊，的确是有很多情报，貌似只有警方内部所知道的。最终长话短说，警方下了决定，就是暂时先不去理这封信，不做正面回应，不去管这个3亿元，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凶手焦躁，看他能把他逼急了，能逼出什么个问题来。那与此同时，警察也在积极的去调查这个信上的邮戳呀、什么粉末呀这些东西，希望可以找出有用的线索。但是没想到很快还没有结果出来的时候，凶手在没有接到回应的情况下果然毛了。警察又收到了第2个消息，原来凶手在意识到事务所打算无视他的时候，就直接把信发给了香织。这一次他给的东西就更有点毛骨悚然了。这封信里写，香织小姐，这封信是从藤堂康信的平板电脑上发送的，只要确认一下邮箱地址，就知道并非恶作剧了。联系你的理由就是希望你买下这台平板电脑，金额是3000万元。考虑到你丈夫的财力，应该算不上高价。难得 NIPT 结果是阴性，为了这个孩子的将来，建议你接受我的要求。看到这个
信啊，五代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 NIPT 这个事情一般人都不会说。他第一次跟山尾2个人去拜访香织的时候，香织说到 NIPT 这个点，他才知道哦是产前的一种检测，所以他后来在颈部内部报大会的时候，他也说的是产前检测，他都没有提过 NIPT 这个字，凶手怎么会知道如此的细节？显然凶手他可能不是一般人。那么与此同时，警方和香织小姐决定给他3000万元，那当然是用来钓鱼的。虽然可能到时候来取钱的人不一定是凶手本人啊，但是有办法抽丝剥茧把他给引出来嘛。那么一边警察在操作这个事情，一边五代和山尾，那么他们就来到了死者藤堂康信，就是这个议员1年前生病住院的一个医院。那么到了医院，那个五代又开始各种唠家常，这书前面很大一部分就是各种走访、各种排查，你知道吗？当警察真的是挺辛苦的。那么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通过闲聊，五代就得知了议员在生病期间很无聊嘛，住院就一直在玩平板电脑。这次平板电脑的线索终于出现了。那么五代就问说，他玩电脑的时候在玩些什么呢？那护士就说，我们也不会特地去看，不知道他玩什么，但是好像有一次听他提过什么什么游戏啊，游戏。五代就想，堂堂议员玩游戏，那个画面也是挺违和的，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个护士后来又无意中多了一个嘴，那护士意思就是说，我跟另外一个跟你一起来的警察昨天就说过了呀，就是山尾已经知道了藤堂康信他有玩电脑游戏，就是平板电脑游戏的这个点，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五代。到这里，五代已经心里的这个怀疑的种子已经种得很大了。为什么山尾得知了如此重要的线索，但是却没有告诉他呢？就在五代深度怀疑的时候，总部的电话又把他给 call 回去了。五代很奇怪，为什么让他先把山尾隔开了，单独回去开会？等他回去了之后，他才知道问题这回是大了。原来警察已经通过五代给的他的游戏运营商去查了藤堂康信，果然他是在里面有玩这个游戏的，因为之前手机发的那个邮件信号，它只能定位到大概的基站，覆盖某个范围，它不能具体定位到你是从哪个点发出的。但是现在不得了了，因为最新的运营商给出具体定位的那个数据出来之后，整个警局就惊呆掉了。警长在上面发表讲话说，我就不卖关子了，第2次平板电脑开机的地点就是在我们警局内部，当天我们正好在开大会，换句话说，没有来开会的人出现在警局的人就是嫌疑人。此言一出，大家都面面相觑，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有点瑟瑟发抖了。那五代就不得不想起他的搭档山尾了，至此也不能再瞒了嘛，所以他就在会后把他对山尾的这些奇怪的疑点告诉给了他的上级樱川。上级非常重视这个线索，觉得如果万一这个凶手真的是警察，那这个事情就是要搞大了。那个记者啊，就跟那疯子一样，肯定是不会饶过警局的，所以这个事情绝对要保密，不能先传出去。在没有万全的线索之下，他们不能轻举妄动。所以上级就让五代立刻就是申请，意思说流感冒在家，就不能再跟山尾一起去调查了，意思是请假几天。但其实五代就是瞒着所有人去秘密的调查山尾的过去，因为警局调出了山尾的履历啊，不查不着，一查就吓一跳，才发现山尾毕业的高中竟然和藤堂康信工作的高中以及江粒子高中是同一所，也就是说这个警察和2个死者他们曾经都在同一个高中出现过，但是这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所以4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五代要继续追查下去了。那么五代就千里迢迢来到了距离东京以外的一个偏远的小镇上，这个小镇上有一所学校叫做昭岛高中，这个高中就是40年前藤堂康信、藤堂江粒子以及山尾洋介所待过的这个学校，发现了几个人之间的秘密的联系。藤堂康信当年是这个学校登山社的顾问老师，就是这个议员啊，他年轻的时候做顾问老师，后来就是离开学校辞职去搞政治，当政治家了。那么藤堂江粒子跟山尾是同一届但是不同班的学生，最重要的是这里还发现了一个新角色，这个角色名字叫做何彦，何彦是个男生，他曾经跟藤堂江粒子交往过，最重要的是何彦还是山尾洋介的好朋友。那么有了这个新角色之后，五代刚要追查下去，突然就得到一个噩耗，就是这个何彦竟然已经死了。好不容易找到线索，到这里莫名其妙断了。那么五代就问那个何彦是怎么个死的，当中的关系人就说何彦好像是在当时高中毕业后不久，因为没有考上东大，所以伤心过度就跳楼自杀了。听着这个结果，五代真是心里很复杂，于是他又顺着何彦的线索摸排到了何彦家。那么楼下的保安就说这一家因为儿子自杀，所以说受尽了周围邻居的指指点点，就说因为他们所以这个房价跌得很惨，所以他们总是低着头做人，就很低调嘛。五代等了很久，总算把这个老妇人给等回来，就是何彦的母亲。那么母亲看到警察来也是一头雾水，因为他儿子自杀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他没想过警察会来干嘛。那么五代就表明了身份，
那他妈妈也大概听闻了最近非常有名的藤堂康信跟藤堂江丽子的死亡案件，因为他也知道江丽子是他儿子年轻时候的女朋友，立刻就懂了警察的来意，原来是来调查这个的。因为江丽子和他儿子分手之后，他儿子自杀了，结果江丽子没过多久出道成女演员了嘛，所以这个母亲的心理也是很复杂的。这个老太太就说当时知道江丽子以演员的身份出道时，老实说我很受刺激，何燕落的那样的结局，她却在华丽丽的世界里闪闪发光，我恨老天太不公平，当然我也清楚我是在迁怒。那么五代紧接着就问，那您知道两个人是怎么开始交往的吗？那么老夫人就说应该是我儿子先提出的，我儿子好像非常喜欢江丽子，但是我感觉两个人应该没有发生过越界的关系，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偷尝过禁果。那么五代听到这里干脆就直击灵魂了，就问说那您是怎么感觉出来的呢？老夫人就说何燕应该没有性经验，如果她和江丽子发生过什么，以他们那个年纪绝对不会只有一次，必定一发不可收拾，要是到了那种程度，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说应该是基于母亲的直觉吧。但是同时这个老夫人也说了，可能同样也是女人的直觉，她觉得江丽子对她儿子并不是很上心，也就是说江丽子并不是非常喜欢何燕，而是何燕一头热在那边狂喜欢江丽子。但是五代说据说分手是你儿子提出来的呀，是何燕提出来的呀。母亲觉得说有可能是因为江丽子已经不喜欢何燕了，所以只是给他面子让他来提分手而已。听到这里，五代觉得他妈妈还是一个比较冷静的母亲。那当被问到登山社的顾问老师藤堂康信的时候，老夫人表示何燕很崇拜那个老师，就觉得老师很照顾他们。那紧接着五代又问他的好朋友山尾呢，您大概知道多少？老夫人就回忆说山尾也是个好孩子，跟我们何燕关系都很好，但是事情发生之后他一直不敢露面。有一次我下楼的时候发现他躲在我家不远处偷看，他看到我的时候本来想要赶紧跑走的，于是我叫住他，就跟他说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过来上一座香。所以后来山尾就低着头来家里给好朋友何燕上香，上香的时候山尾就一直忍着哭泣嘛。当时我就感觉那个孩子知道些什么，所以我就问他你知道何燕的自杀到底跟什么有关吗？山尾就一直不肯说。舒丽姐他一直说不知道，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因为儿子的死而悲痛，很久以后我才想到他可能知道些什么。那五代就问了你没有跟他确认过吗？老夫人就说我刚才也说了，我是很久之后才想到的，而且想到这里我也感到害怕，害怕真相大白，说不定儿子有个天大的秘密，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状况而走上绝路。想到这里我就宁愿什么都不知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如今都耿耿于怀，期待有人可以帮我查出真相。老夫人就苦笑着说我真的是很矛盾。那么五代就若有所思表示理解。那么临走之前母亲就说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儿子的卧室。原来那个卧室母亲一直保留着他儿子生前那个模样。五代站在这个当年那个高中生的门口就感觉很感慨。那么老夫人就说如果你有想要翻看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尽管看。那五代就说不用了，心想时间过了那么久也不可能翻出什么东西了，所以我就告辞了嘛。那么告辞之后，那么当五代离开那个小镇回东京的路上，他就一直在盘算这个深水江丽子，还有已经自杀的何燕，以及警察山尾，以及死者藤堂康信他们四者之间在40年前的联系和纠葛到底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收到了警局电话，跟他说最新的线索出现了，赶紧回来。取现仔被抓住了。这个取现仔书里的描写就是取现金的马仔。当时那个凶手不是要勒索3000万元嘛？这个取现仔的名字呢就叫西田宽太，上来嘛就是一顿不承认，一看就是老油条了。后来在证据确凿前面没有办法，只好说了，就说前不久有一个声称自己叫做阿布的一个神秘男人联系他，说让他帮忙干个活儿。阿布就说他是很多年前找他办过事的人，现在有个好买卖让他帮个忙，只是去银行卡里面取钱，他就可以分走多少的钱。这个西田宽太一听想还有那么好的事情，但是他的确也是做过很多狗逼叨叨的事情，所以也有可能是以前的客人打个电话来，他冒着风险试了一次，发现果真是可以提到钱，还分了很多钱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买卖太好了，所以说就开始连续做了很多笔，终于就被警察给逮住了。那么警察这边就拼命的问他关于阿布这个神秘男人的消息，可是这个西田宽太怎么都想不起来。那么警察就毛了嘛，用上各种审问的方式了。那么这个西田lin安被一下突然间好像就想到了什么，他突然想到了这个阿布好像不是以前的客人，而是一个他认识的警察。警察听到这个话，那么审问他的局子里的人都不淡定了。
就问他哪个警察。这个曲现在心田宽太也蛮神的，他就说他本来已经记忆里忘了这个人了，但是这几天在警局里被大家各种问候的这个场景，让他想起来10多年前曾经也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因为当时他是跟朋友做一个什么仙人跳的局，也是被逮住了。当时负责审问他那个警察也是各种吼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让他这个记忆犹新。他突然回想起来，这个叫做阿布的男人和当时审问他的那个警察的声音好像是如出一辙。听到这里，那么警局的人赶紧就去翻查这个曲现在当年的案底，果然他当年10多年前是有一个案底的。然后再一查，好家伙，当年负责审问他的这个警察竟然就是山尾洋介。那么到这里为止，证据已经非常明显了，警察就马上安排这个西田宽太这个曲现在就跟他说，如果现在再让你听这个警察的声音，或者让你去看他的脸，你能不能把他认出来？这个曲现在说我可以把他认出来。于是警察就安排了秘密会见，让武代把这个山尾给约出来，就说他流感好的差不多了，他有新线索跟他交代一下。就在山尾接到电话要去赴约的时候，警察把他逮住了，因为在车上的这个曲现在已经认出来说是他，就是他，他就是当年审问我那个警察，也就是打电话给我的那个神秘男人阿布的声音。那么逮捕他之后，山尾的一系列操作又让警察觉得一头雾水。当警察问他，你到底和藤堂夫妇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参与这个杀人案？你为什么要指使人去提他们的账户的钱？你为什么要去勒索他的女儿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山尾给出的态度就只有一句话总结，就是说你们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就是你们警察怎么说我就怎么认。就是这种态度，让整个警视厅非常的无语。武代的上司樱川就说，我要求他详细供述犯罪经过，结果他还是那句任由想象，说只要把我们想象的内容写成供述笔录，他就会二话不说在上面签字。真的完全搞不懂他在想什么，但形式上已经承认犯罪。我和管理官商议之后，通过搜查一科科长向刑事部长报告之后，刑事部长很快做出决定，只是立即以杀人罪申请逮捕令。因为如果现在不申请逮捕令，到时候如果真的有证据浮出水面了，记者那边又会做文章了，意思就是说已经供认杀人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签逮捕令呢？只要稍作延迟，就会被抨击包庇下属。但是到这里，武代又皱起眉头，因为毕竟现在的证据物证并不多嘛，没有确凿的物证，只是说是这个山尾杀害了藤堂夫妇啊。现在都是警方在这边说啥是啥，他就表示一个这个态度。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到时候很容易就是被检方推翻一切的。武代就皱起了眉头，警方继续去审问山尾这边，问他，好，既然你说好是你杀的，那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那山尾讲了一大段话，意思就是说，总结一下，嫉妒。再过不久我就要退休了，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父母也去世了，从没有结过婚，当然也没有子女，就是当今社会孤独中年男人的典型结局。想到这样活下去，总有一天会像很多独居老人那样在孤独中死去，我就觉得非常的不甘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想到了藤堂夫妻，一想到跟自己相比那2个人过得那么幸福，所以他心里就很有不甘心。因为他们曾经一起是在高中有过一段，但是2个人离开高中之后都发展的如此之好，自己过得却如此悲惨，所以说他就萌起了杀心。案发当天就是10月14号晚上，他搭电车然后来到了藤堂家，已经是晚上11点，他摁响了门铃，说自己想见藤堂先生，于是夫人就来开了门。夫人江离子把他请进了里面。当时我还不确定是不是要杀害他们2个人，我之前说过很多次，我对那2个人既有好感也有憎恨。如果当晚谈话的走向不同，或许根本就没事发生。然而夫人的话却让我深深受到了刺激，具体的内容我想不起来了，只知道极大的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回过神时，我已经勒住了夫人的脖梗，用什么东西勒的我不记得了，不过是事先准备好的，应该是附近的绳子，也可能不是绳子，而是电线。之后我将夫人遗体搬到浴室，用晾衣绳伪造成自杀。虽然一切可能被识破，但我想着说不定能蒙混过关。完成这一切时，我回到客厅，刚好撞上回家的藤堂先生，我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跟杀害夫人时一样，用手头的绳子勒住他的脖子。藤堂先生虽然体力不错，但面对突来的状况反应不及，很快就确认断气了。我担心就此离开会留下证据，于是决定放火烧房子总之他就是这么一系列操作。在走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藤堂先生的那个平板电脑，于是就顺便把他带走了。那么警察就问他，好，你带走了平板电脑，那平板电脑现在在哪里？结果这个山尾说他记忆模糊，他都找不着了。主打一个就是什么都是意识不清，反应过来就已经杀了，然后重要证据都不见了。警察听了就是一头雾水，感觉好像一直在追寻一个看不见的虚构的凶手，似乎是被架空出来的，仿佛一个幽灵。这个时候武代皱起眉头，他也有这种感觉，他似乎觉得这一切东西都是山尾在引导警察这么做的。武代就说，这就是山尾的目的吧，
有没有可能是通过虚假供述让案子陷入了死胡同呢？在职警察一旦认罪，高层必然焦虑，即使证据不全，但也要尽快逮捕。山伟作为参与过侦办的刑警，可以根据侦查材料供述的相当详实，却绝口不提只有凶手才知道的新的细节。结果检方无法起诉，又不能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于是申请鉴定留置。但这也可能在山伟的算计之中，如果始终找不到证据，最后大概率不起诉，即便重新寻找凶手，因为拖延了3个月，重启调查也是困难重重。山伟不用牺牲自己就能保护真凶，所以这就是大家之前所说的，好像在追逐幽灵，被虚构的凶手耍得团团转。这恐怕是山伟设下的精巧陷阱，破局的唯一方法就是证明他不是凶手。听到这里，大家脸色变了，所有人都觉得要再次回到现场去推演那个案发的感觉，可能会发现更多的线索。那个房子不是已经烧焦了吗？但是警察利用现在的科技还原了当天案发当晚现场的那个场景。那武代看着这个现场的图，看着那个茶几，突然若有所思。他再回去看一看这个山伟的供述，他说案发当晚就是14号晚上，山伟他来到了藤堂家，敲门进去，江丽子夫人把他请进屋内，如果有客人上门内，作为一个非常有涵养的夫人，是不是会给他倒茶，给客人倒杯茶，这是应该的吧？但是茶几上没有茶杯啊，洗碗槽里也没有东西。于是再去看当时的材料的时候，发现洗碗机里面有2个茶杯。于是警察再去问山伟，当时夫人有没有请你喝茶？结果山伟说的是，夫人问他要喝什么，他说自己就不喝了，所以夫人呢就没给我倒。夫人没有给他倒茶，那么洗碗机那2个杯子是谁的？显然这里出现了山伟并不知道的一个细节，所以茶杯或许就是一个突破口。警察找来了那2个茶杯，看上去是高级货。武代就突然想到了，不是江离子太太有很多东西都是找那个外商员买的吗？当时她闺蜜不是介绍了一个人给她吗？所以呢，武代又去找到了那个外商员静西美笑。美笑就看着这个杯子说，这个杯子的确是他推荐江离子夫人买的，是 Tiffany 这个牌子，然后这个杯子要8万啊，8万！武代一听这么贵的杯子用来招呼什么样的客人啊？这种杯子用起来是不是有很多什么禁忌事项什么的？美笑就说，对，这种杯子不能放洗碗机，也不能放微波炉加热。等一下，不能放洗碗机。武代就一个机灵说，你确定吗？你跟江离子夫人说过这个事情吗？美笑就说，我说过呀，她知道呀。这个时候武代的脸色已经完全变了。如果江离子夫人知道这个茶杯是不可以放洗碗机的，也就是说是别人放的，书里就写无论是谁都不会未经江离子允许擅自清洗茶具。换言之，当茶杯被放进洗碗机的时候，江离子已经遇害了。那也就是说，把茶杯放进洗碗机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一切雾水笼罩着武代，这个时候有一个直觉让他觉得问题的症结还是在高中啊。高中时这4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他再次决定来到那个小镇去寻找这个看不见的架空犯。这一次他直奔的一个地方就是何燕他家，就是那个曾经自杀的高中生。第一次去的时候，何燕的母亲不是跟他说了一些话嘛，但是武代他觉得自己太迟钝了，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那些话可能是话中有话。这次再敲响他家的门，老夫人很惊讶，他怎么又来了？武代就说，上次您说我可以尽情的看令郎的房间，这次还是吗？然后老夫人就点了点头说，是的。武代这次戴上了手套，打开抽屉，然后翻看了所有的书架什么的，最后在床底发现了一样让他惊讶的东西，就是一把染血的登山刀。抽出那把刀的时候，他的目光就直接看向了这个老妇人嘛。老妇人心里就好像突然有个什么石头落地，就原来一直有一把凶器藏在他儿子的床底下，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来查。武代拿着这把刀就问他母亲，就说，其实上次你就想暗示我这把刀的存在了是吗？老夫人就点了点头，说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当年何燕在跳楼自杀之后，她在她房间里发现了这把刀，所以作为母亲的她一直觉得自己儿子是不是杀了什么人或伤害了什么人，所以要畏罪自杀呢？但是他一想到自己儿子这么做，他心里也很难受，所以一直没有把这个事情给讲出来，就想着如果某天警察查到他头上的时候，再把这个东西交出来。可是没想到这么多年就没有人来查过这把刀，所以当武代在想起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就是觉得很震惊，他也同时非常就是怎么说，就是懊恼，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儿子都已经死了，我还在想怎么包庇他的罪行。结果武代就摇了摇头说，这上面写未必是别人的血，有可能是你儿子自己的血，他有可能是伤害了自己呢。然后他母亲就惊呆了嘛，武代就问他，你儿子是什么血型？老夫人就说何燕是 AB 型。讲到这里，老夫人又说到这个血型，那天那个人他也问过血型。武代就说谁？老夫人就说很多年前，就是何燕不是自杀之后没多久嘛，突然江丽子的母亲来过。江丽子的母亲其实是他的养母，因为他小时候不是父母已经空难身亡了嘛，所以他的养母
母来过，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何晏是什么血型。五代这个时候就眯起了眼睛，为什么姜丽子的养母要来问她的男朋友是什么血型呢？这一点让他觉得非常意外。突然间，一个灵感闪过他的脑袋，五代决定去深挖姜丽子她养母的这条线。养母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跟他在一起的邻居啊、朋友啊也都死得差不多了，所以他百般艰难的查到一些线索，就是说，当年有熟人说姜丽子的养母，就是说，当姜丽子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之后呢，就非常的痛苦，有段时间就过得很叛逆，就是一直跟很多男生就是保持着各种各样暧昧的关系，所以他呢也很头痛。但是后来他就把姜丽子委托给了姐姐，那段时间之后，好像姜丽子就好一点了。那么也就是说，姜丽子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养母在一起，是跟养母的姐姐生活在一起。五代继续去打听，发现这个姐姐曾经开过一个家庭补习班，在那个年代，他又辗转去找到了曾经上过那个家庭补习班的人，从其中一个人的口中问，当时那个补习班让你有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已经是40-50年前的事情了，那个人怎么都想不起来，就说老师人挺好的，但是他说那当时那个家庭教室里面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终于这个人说出了一条线索，他说那个教室好像还有一个年轻女性，她经常给我们端果汁，那个女性她怀孕了，就大着肚子给学生端茶送水啊什么的。至此验证了五代的一个想法，就是姜丽子曾经生下过孩子，也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某段时间她曾经怀孕了，但是这段时间她就被托付到其他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她生下那个孩子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养母会去问姜丽子前男友何晏，你的儿子是什么血型，因为她想查自己女儿怀孕的爸爸是谁。所以问题就来了，姜丽子生下的这个孩子在哪里？那我们知道开篇的时候五代去采访过他的女儿香芝，香芝是后来的孩子，香芝之前他还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在哪里呢？他们就去查姜丽子生前他一直有在赞助的一个孤儿院，会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这个孤儿院，时不时去看望呢？所以我们再来捋一遍时间线，也就是说我们的女主姜丽子从小父母双亡，然后她被寄养在亲戚家，亲戚收养她，她直到初中高中左右知道自己是个被收养的孩子之后，就开始整个人变得比较叛逆，然后跟不同的男生交往，其中就包括有一个男朋友叫做何晏，就是后来跳楼自杀的那个。高中毕业之后，何晏自杀了，姜丽子呢消失了一段时间。其实这段时间是因为她怀孕了，她离开了小镇，住到了自己养母的姐姐家，把那个孩子生了下来。此后她出道成为女演员，成为了女明星。再之后，她重逢了高中时代的老师藤堂康信，跟她结婚，成为了藤堂姜丽子，成为了议员的老婆。那五代梳理出了时间线，与此同时，警局这一边也在山尾的手机里面发现了很多线索，大部分线索都看着是无用的信息。那么五代在看那些线索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一张普通女孩的照片，他就没有太在意嘛，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姜丽子这一边的线索。他在想姜丽子曾经和一个孤儿院有过合作，一直在赞助这个孤儿院，所以他再次去这个孤儿院翻查，没有找到适合的线索。但是就在有一次他要离开的时候，孤儿院那边给他看了很多以前节目的那个照片啊什么，他突然就在一张照片里面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这个脸就是他在山尾的手机里看到了那个女孩的脸。为什么山尾的手机里面会有一个女孩出现在这个孤儿院的照片里面呢？五代看着这个女孩目瞪口呆，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抱着这个女孩的那只手，根据工作人员说，那是孩子的母亲，曾经在孤儿院生活过。请看这只手，戴着很少见的戒指吧，上面有醒目的心形饰品，我曾经见过一模一样的。这只刺绣是当时五代曾经在姜丽子闺蜜她家看过的那个心形戒指。到这里，五代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凶手就是金熙美孝。怎么会是他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警方立刻逮捕了金熙美孝，然后五代就去找山尾摊牌了，他就直接问金熙美孝，就是你和姜丽子的女儿吧？山尾就笑了一下，没想到五代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查出来了。听到这里，你们是不是一脸懵逼，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没关系，最后的反转在后面，就后面这大概几十来页是把所有前面40年的往事再盘一遍。在40年前的昭岛高中，双离子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海王，就身边总是在换不同的男朋友，那么喜欢她的男生有非常多，那么何晏就是其中一个。何晏非常喜欢姜丽子，他的好朋友山尾就是后来这个警察，有点为他担心，因为他觉得姜丽子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喜欢的人趋之若鹜，自己的朋友竟然喜欢上这样的女孩，就是肯定是会受到伤害的。但是看到自己的朋友这么开心，甚至告白成功了，还成为了姜丽子的男朋友，那么山尾也就不多言，就不敢泼他冷水了。当时的山尾他们家的条件情况是不好
好的，家里开酒铺，所以他经常要去送各式各样的货。有一次他跟他爸送货的时候，无意中就发生了车祸，撞上了一辆车。那么山伟就赶紧下车了，发现他爸在不停的跟司机道歉嘛，结果他一看那个车子里的人，整个就惊呆了。原来他爸撞到的那辆车里坐的人正是藤堂老师还有姜丽子，两个人在秘密约会。也就是说，藤堂老师和姜丽子两个人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师生恋的。车里的人看到了山伟的出现，两个人也是惊呆了。那么没多久之后，赶紧那个藤堂老师就慌张的把车开走了，只有山伟的爸爸还在那边拼命道歉，还不知道这个事情云里雾里。那么山伟就非常凝重，因为一个是他的老师，一个是他好兄弟的女朋友，他们两个竟然背着他好兄弟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想到最后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隔天姜丽子首先先发制人来找他了。姜丽子把他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跟他说，昨天你看到这件事情，请你当做没看见。山伟就很生气，意思就是说你到底在搞什么？姜丽子就说，我知道你想对我说什么，脚踏两条船确实不道德，但对我来说并不是脚踏两条船，我对两个人的感情截然不同。何燕是我很好的朋友，和他在一起很开心，我觉得跟他交往对自己有益，但不会发生关系，连想都没想过，就算他提出我也会拒绝。山伟眉头一皱，那就问，那藤堂老师呢？姜丽子就说，是喜欢，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爱。姜丽子的意思就是说，他对老师是爱，是真的喜欢，对这个何燕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感情，也不会跟他发生些什么。但是既然被山伟撞破了，他就会和何燕分手，以后呢他也不会脚踏两条船了，就请山伟把这个秘密给保存下来。山伟就觉得你在跟我开玩笑嘛。就在这个时候，姜丽子提出了一个诱惑的条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那我可以答应做你的一日恋人。山伟问他，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张丽子说知道。山伟就说，可是你跟我朋友都没有发生些什么，你跟我就行。姜丽子就说，因为我不想平白无故欠你的，跟他不行，但是我答应过你，我就会跟你做，就是你们想的那个意思。于是山伟就把这个事情吞了下来，他就没有告诉他的朋友。多年以后，山伟回想起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姜丽子，就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因为后来这一段就是穿插回忆进行的嘛，在现代的五代在问现在的山伟，然后山伟就跟他回忆当年高中时代40年前发生的事情。直到毕业后不久，事情没有被揭发，所以姜丽子果然很信守诺言，主动来找山伟，跟他做了一日恋人。两人最后也是做了那件事情，但是姜丽子跟山伟之间也就做过这么一次。在那之后高考，然后何燕的高考失利了，整天就是非常痛苦，女朋友也分手了，高考也失利了，每天就是活得浑浑噩噩。山伟作为他的朋友，实在是看不下去，他也知道，因为姜丽子就是喜欢藤堂老师嘛，两个人一直背着所有人，其实暗地里就已经在一起了。于是，在一次他们两个约会的时候，山伟就把何燕带到了他们约会的门口，让他亲眼看到两个人是从旅馆出来的样子。何燕整个人就不敢置信，山伟就跟他说：“你放下吧，姜丽子已经喜欢别人了。”山伟这么做本来是想让何燕放下，但是没想到何燕回家之后自杀了。当山伟知道何燕自杀的消息的时候，整个人就崩溃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何燕的家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多久，藤堂老师就是藤堂康信来找到了山伟，他说前不久自己被割伤了，割伤他的人正是何燕。那天晚上，何燕带着刀来到藤堂老师家里门口，藤堂看到他非常惊讶，问他怎么了。当时何燕嘴里就说出了姜丽子3个字，藤堂立刻就明白，他眼睛充血，状态明显不对劲。我想让他先冷静下来，就说进屋慢慢谈。结果我就感到背后有异样，他朝我扑了过来，我连忙躲闪，但是发现左臂流血了，他拿刀刺向了我。当时我还没感觉到痛，但是他看着我流血了，苍茫中就走了，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藤堂老师当天没有去医院，因为他毕竟是一心想搞政治的人嘛。他说那个刀口一看就是割伤的，如果到了医院肯定是会有人要报警，所以就私下找人把那个伤口给处理掉了。山伟就呆了，藤堂老师就说：“我需要了解真相，他这么做的理由你应该知道吧？”言下之意就是藤堂老师知道，其实山伟已经把姜丽子跟他之间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兄弟，导致了何燕情绪失控，才做出了这种出格的行为，以至于他后来也自杀了。然后山伟就在那边就是嘴唇发抖，说不出话嘛。藤堂老师就跟他说，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吧，之后我也会和姜丽子分手。所以从那之后，藤堂就遵守了他的诺言，没多久就跟姜丽子分手了。后来姜丽子就去当演员了嘛，多年之后再重逢，再在一起的时候，山伟看到这个消息才觉得两个人应该是真爱啊。一晃时间就过了几十年，藤堂已经从一个高中的老师，后来成为了活跃在政坛上的议员。那么山伟也从一个屁颠儿的高中生变成了一个警察。那么两个人之后在一次活动上再遇见，都已经历
历经沧桑了。那么在遇见的时候也是非常感慨，于是又再次保持上了联系。因为得知自己曾经的学生现在做了警察，藤堂也是挺欣慰的，有事没事也会关照一下山尾。然后有一次呢，藤堂就拿了一个人的资料给山尾，就说能不能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人，这个人的资料就是金溪美孝。山尾就问为什么要去查这个人，因为那个时候藤堂不是已经跟江丽子结婚了嘛，藤堂就说张丽子一直不喜欢我，利用权势去搞一些关系，但是却拜托我给这个人找工作，就是给这个金溪美孝找工作啊什么的。所以我想知道这个人对他来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身为警察的山尾就若有所思，就帮他去查这个金溪美孝了。好家伙，不查不知道，查出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金溪美孝她就是江丽子的私生女。大家还记得江丽子高中毕业之后生了个孩子吗？这个生下的孩子就是金溪美孝。山尾去排查一下金溪美孝的出生时间，倒推她怀孕的时间，其实就是当时江丽子跟自己发生关系的那一次。山尾万万都没有想到自己跟这个女演员竟然还有一个孩子，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事情跟藤堂说，他就说查到了金溪美孝是江丽子的私生女，但是说不知道父亲是谁。藤堂听了之后也很震惊，他说原来如此，原来他跟我分手之后还生了个孩子。于是山尾说那这个事情你要跟夫人摊牌吗？藤堂就说不说了，等他哪一天自己想跟我的说的时候我再跟他说。因为看得出来藤堂也很爱这个江丽子啊，所以就是藤堂一直暗地里在关照自己这个老婆的这个私生女啊。那么山尾其实知道自己才是这个私生女的真正的父亲，也在暗地里关照这个私生女，而作为这个私生女的金溪美孝自己却全然不知。好，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溪美孝的视角。大家还记得她刚出场的时候是以江丽子闺蜜家的一个外商员的身份吗？怎么会从闺蜜这边开始呢？那事情是这样子，金溪美孝从小就被寄养在春实幼儿园，然后呢她期间是有一个养母的，但是她不知道这个人是她的养母，她直到高中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人是养母。知道自己这个人不是自己亲生的母亲之后，她开始有意识想要寻找自己真正的母亲是谁，因为她小时候一直过得不幸福，也觉得这个妈妈不爱自己，原来不爱自己原因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她渴望找自己的生母是谁。那么在从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名演员双叶江丽子其实就是藤堂江丽子，她是活跃在那个演艺界嘛，经常就是来他们这个孤儿院，就是带他们看各种演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感觉这个女演员每次看她的眼神都非常不一样，因为其实江丽子就是她的妈妈，但是她自己不知道。后来有一次在高中的时候，她看了一个什么自己的一个档案表还是干嘛，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世一些问题，就开始去追查下来了。总而言之，她后来查到了这个演员江丽子竟然就是自己的母亲，原来自己之前的直觉一直没有错，她一直纠结该不该说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时候她已经长大了。后来她还是在一次跟江丽子单独相处的过程当中，也是个演出还是什么的，她就说了，她说其实我已经知道了。然后江丽子当时也感觉很惊讶，但是她觉得女儿既然来认自己了，自己也就认吧，所以就跟美孝道歉了，就说对不起，这么多年来让你受苦了，我一直没有认你，我也是有苦衷。美孝很开心，反正母俩就抱在一起哭了一场，从此之后就成为他们两个人的秘密。因为当时江丽子已经成为议员的夫人了，她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私生女的身份给曝光出来的。那么美孝就问她了，那我的亲生父亲是谁？江丽子这个时候就骗她说是一个她当时高中的男朋友，但是没考上大学就自杀了，她就说是何晏嘛，其实不是何晏，其实是山尾，但她就没有告诉她。所以美孝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还挺悲惨的，但是现在可以认回亲生母亲，她也开心。两个人就开始长期交往。那么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亲生母亲江丽子总归是想让自己的这个私生女过得好一点的，就让她想办法就是往这个外商务员就是这条路上前进，然后做局让自己的闺蜜发现她很好用，再让闺蜜把她反过来介绍给自己，说这个外商员很好，他买的东西很不错啊，然后我推荐给你用一下之类的，所以才建立了这样的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在表面多多往来了。那么这个日子就这么一直这样过，那么美孝也有了自己的男朋友，自己的生活，但是美孝也是个命苦的女人，反正她交的这个男朋友也是一个渣男吧，怀孕了之后也不负责，然后后来就是没有尽一个当爹的责任，所以她后来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单独生活。所以美孝生了一个女儿叫做真奈美，真奈美就是后来山尾手机里拍到的那个女孩，因为她有一次带真奈美回春实孤儿院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拍下了那张照片，她抱着女儿手上戴了一个戒指，那个戒指被拍下来了，所以呢这照片后来被五代看见了，五代才会认出来为什么这个独一无二的戒指会戴在美孝的手上，美孝抱着那个孩子，那个孩子照片会出现在那个山尾的手机里面，因为那个孩子就是山尾的女儿的女儿，所以对他来说是第三代的关系，他格外疼爱，他是悄悄的拍张照片存下来，没想到就被看见了，然后让五代把背后的一切都穿起来了。那么再说为什么最后中西美孝会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呢？我们回到案发当晚，因为美孝在长期跟江丽子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很多不爽的感觉，就
就是虽然这是他的母亲，但是他没有办法在明面上叫他妈妈，而身为母亲的姜丽子对于自己的2个女儿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她后面还不是有个女儿叫香芝嘛，香芝就是她跟藤堂康信生的议员的女儿，堂堂的千金大小姐。那么香芝怀孕了之后呢，姜丽子不是快要当外婆了嘛，也是各种开心啊，所以开口闭口都是说香芝怎么样，香芝怎么样，所以就让美孝很不舒服。加上美孝的女儿真奈美其实是个问题少女，就长到了初中左右的时候嘛，就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就是姜丽子怎么管教她都不听，然后她就觉得非常的受挫，她一个人要带孩子要工作，反正就非常累。那么美孝有一次把祸闯大了，就把那些不良少年或者是社会上的人带到家里来，然后在家里发现了大麻类的毒品之后呢，这个事情就有点难收拾了嘛，实在在育儿方面没有办法的美孝就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姜丽子，就跟她诉苦，就说这个事情该要怎么办。通常来讲，那么作为外婆是不是要心疼女儿，心疼自己的外甥女去交流这个事情？可是姜丽子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啊，这个事情牵涉到了毒品，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一旦牵涉到毒品，如果把这个事情搞到连藤堂都知道的话，会影响他的仕途，就是他政治家生活的，所以这个事情必须要压下来。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关心美孝的不容易，而是想到了说要把这个事情压下来。这个反应让美孝觉得非常的失望。案发当天晚上，姜丽子在迎接的客人就是金希美孝，2个人讨论关于真奈美这个问题少女的时候呢，姜丽子作为外婆就埋怨美孝说到底就是你自己选错了男人，这是你人生失败的根源。此话一出，美孝心里就非常的凶猛嘛，他就只好道歉说对不起。但是美孝道歉的时候，内心却涌起疑问，为什么自己非得道歉不可？说到底，这究竟是谁的错？高中时就沉迷情诗，怀了孕，生下没有父亲的孩子算什么？难道不也是失败吗？连自己孩子都不肯亲自抚养，而是交到别人手上的人，有什么资格对孩子教育指手画脚呢？是啊，自己的人生从起点就是扭曲的，而扭曲他的正是此刻眼前的这个人。疑问越来越深，渐渐变成了愤怒。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了，姜丽子接起了手机，对方呢就是她那个闺蜜阿姨嘛，从西雅图打电话过来说，哎呀，听说香芝的孕检报告出来了，怎么样呀？于是姜丽子就忘了这个美孝还在场呢，就跟自己的闺蜜开始说起来了啊，对，香芝的报告出来了，说 NIPT 的结果哦特别好，你打电话就是问这个吗？好的，在电话里就一顿夸嘛，不仅夸自己女儿香芝，还夸香芝选的男人好，香芝的结婚对象反正也是有名的富家公子，意思就是说爸爸的基因好就是好，就讲这样一堆基因遗传这2个词就深深的刺进了美孝的脑海当中。书里就写姜丽子人在愉快的通话，美孝看着姜丽子脸上那个得意的笑容，突然有一种想要抹杀那个笑容的想法。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手上的东西已经缠在姜丽子的脖子上，用尽全力拉扯，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悲剧。美孝杀害了自己亲生母亲姜丽子，他感到万分恐惧，跌跌撞撞的回家之后，本来已经想好了要去认罪，结果第2天打开电视一看，发现那个房子被烧了，就熊熊燃烧。新闻里说房子里面出现了2具尸体，是2个被烧焦的尸体。美孝一整个大震惊，因为怎么会死了2个人？他不是只杀了姜丽子一个吗？藤堂康信为什么死了，并且2个人为什么又被烧死了呢？种种疑问盘旋在他的脑海。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封邮件，邮件的内容几乎让他停止了心跳。上面写着：金希美孝小姐，希望你能读到这封邮件，因为这说明你尚未草率采取行动。我受人之托帮助你，定会设法避免你被警察逮捕。所幸警察尚未发现你的存在，也没有丝毫怀疑，请你一如既往的生活。落款是伙伴 X。这封信就是他的父亲山尾寄来的。为什么山尾会知道美孝杀了自己的母亲呢？因为后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藤堂干的。是不是又懵了？怎么会是藤堂干的？当天晚上，藤堂康信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妻子姜丽子被人杀死，他就立刻去查了监控录像，里面清楚的拍到美孝来访的画面。茶几上有2个茶杯，房间里有打斗的痕迹，2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藤堂老师知道半吊子的行为是瞒不过警方的，于是他宁可牺牲生命，也要虚构出一个凶手。他也想过伪装成强迫自杀，但考虑到香芝小姐参选在即，就是他亲生女儿香芝，他之后也是想让她步入仕途的，所以他不想给公众留下负面影响。因为如果是遭人杀害，反而有望博取同情票。政治家真是厉害，都到这种关头了，还念念不忘选举。所以他决定做一个局，他把夫人张丽子的尸体吊在浴室里。听到这里，五代算是明白了，藤堂康信把他夫人的尸体吊在了浴室里，就是为了制造他杀的假象。如果只是自己死了，有可能被当成杀妻后追随自
自杀。但如果伪装成强迫自杀，警方反而会排除强迫自杀的可能。山尾之所以会知道这一切，是因为后来藤堂康信把所有的资料全都寄给了山尾，因为在14号深夜他打过一通电话给山尾，山尾说老实说有件事情要拜托我，很快就有重大的事件曝光，必须不惜代价掩盖真相，希望我能够协助。我问他是什么事，他不肯说，只是说迟早你会知道的，我有个包裹寄给你，里面有封信来说明情况。后来这个包裹就是平板电脑，还有很多资料。等到第二天看了新闻，山尾知道了一切，才知道原来老师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局。当时作为警察的山尾参加了内部会议，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藤堂康信的死法应该是用一种叫做平口劫的方式自杀。这种打劫方式是他从登山社学到的技巧，越拉紧越不会松脱。山尾说，藤堂应该是重新收拾了案发现场，把茶杯放入了洗碗机，用浸透煤油的布条勒紧自杀。布条浸湿后不容易松开，燃烧后更看不出痕迹。那么为了帮助藤堂掩盖这一切真相，他也想保护美咲母女，毕竟也是他的血肉，所以呢，他就是拿着平板电脑在警局内启动，就是为了把所有的嫌疑往他身上拧。山尾说，我看到你们的调查进展，我感觉不妙，我料到会调查我们高中时代的往事，但如果一切都查得出来，江离子夫人和美咲的关系曝光，那就完了。所以为了防止这一切发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我被捕。我需要为此制造一起由同一凶手实施的其他犯罪，于是我就想到了寄恐吓信，但我自己脱不开身，就决定让引发案件的元凶来协助，所以要让美咲知道她有同伴，所以才有了美咲后来收到的那封邮件。美咲知道是有人在帮她，所以美咲和山尾两个人算是共犯。山尾就说，我把恐吓信和平板电脑塞进美咲家的信箱，恐吓信是寄给藤堂事务所勒索3亿元，我通过邮件指示他把信投到很远的地方的邮筒，美咲竟然跑去奈良县，就是让我很吃惊。不过多亏这样，我的不在场证明就坚不可摧了，就算后面被逮捕，也会让检方难以下定决心起诉。之后他又把勒索金额降到了3000万元，就是为了让香织夫妇愿意支付，因为只要他们愿意支付，他就可以让那个取线仔去提钱，然后就可以慢慢的把线索引到自己身上。但是他同时也知道警察没有其他的证据。山尾说，我认为不会被判有罪，也料定根本不会被起诉。近年各地出现各种疑似冤案的案例，让检方也吸取了教训。没有物证的话，我的口述内容也无法核实，我用这种方式来拖延时间，把案件变成悬案，这样美咲就可以逃脱了。戴听到这里不禁点头，但是谁能知道造化弄人呢？他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在山尾手机里面看到那张照片，认出了抱着真奈美手上的那个戒指，由此才推断出他背后一连串的关系。只能说这个故事到后面的反转和变化非常多，跨越40年的案件在最后反转出来。故事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作为东野圭吾出道40周年的一个作品，你们打几分呢？我觉得从故事情节设置上来讲啊，就如它的标题所说，架空犯，它的确是通过山尾和藤堂两个人的联手，为金希美咲架空出的一个幽灵凶手。其实我觉得叫幽灵犯也是可以的，因为从头到尾在追击一个看不见的犯人。那么真正的犯人是金希美咲，他是其中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大家还以为还有其他人，但其实不是。藤堂他是自杀，但是他伪造出了一个场景，让大家以为还有一个犯人，其实并没有。从这一层上来说，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新意，好吗？这本书非常厚，我看到前面的时候，我想说，就抽丝剥茧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真相都是在后面的重重反转才被写出来的。好了，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到后来有没有大超时了，我的原计划是20分钟，但我不知道这20分钟能不能讲完这个故事呢？咱就是说 anyway 要看我最后剪辑出来是什么样子了。好，今天东野圭吾的这个架空犯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想看什么故事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我是 Paco， 那我们下个故事里的精彩事件再见吧，拜拜。